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，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摆渡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高富帅的故事。他就是乔舒亚，掌管着150多家店铺，拿着6位数的年薪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，20多岁就买了名车豪宅，过着财务自由的生活。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。他是一个工作狂，一周工作70多个小时，一年工作362天，但是他每天需要服药才能入睡。直到母亲去世，妻子因得不到关怀提出离婚，乔舒亚感到无比伤心挫败。他说，过于追求物质，我不但没有得到幸福，反而失去了真正的幸福。他丢掉了家里90%的东西，最后他生活里只剩下288件物品，过上了极简的生活。他说，我丢掉了90%的东西，生活却幸福起来了。于是他和好朋友瑞安一起写下了这本风靡欧美、被众多人士推崇的极简主义，旨在帮助更多人找到生命的真意。洛杉矶周报评价，这是一本教我们如何终结被物质占领的命运的书。在看书之前，我看了他的 TED 演讲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，中文翻译过来为所谓断舍离。演讲中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演讲道具的一摞代表成功生活的箱子，包括厨房用品、生活用品、汽车、房子、事业等等。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就会快乐，有一天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箱子，过上了别人眼里光鲜亮丽的幸福生活，但这些拥有同时也带来很多的压力、焦虑、沮丧。事实是，我们好像更不快乐了。演讲中提到，进行极简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。也许最终你会发现，抛弃之前拥有的很多物品，只保留最重要的那部分，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。极简主义会帮助我们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，比如健康的身体、亲密的关系、持续的自我成长。是的，幸福源自内部，源自内心，源自充满意义的生活。什么是极简主义？很多朋友提到极简主义，可能有些人会陷入这样一种误区，觉得极简主义就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通通扔掉，然后也拒绝买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但几个月后觉得苦日子过够了，要放纵一下自己。所以这些人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极简，就开始为了减而减，最终搞得自己生活非常不便。但真正的极简并非如此，也不是极简主义的初衷。密斯·凡德罗最初提出极简主义理念，表述为 less is more， 这也就证明了 less 不是极简的目的， more 才是，而 less 仅仅是为了实现 more 而采取的手段而已。如果只是为了减而减，可能就是问主末了。比如我为衣柜极简的过程，目的不是说只留3-5件衬衫就是减，而是要将衣柜中大量为了图便宜、脑子冲动而买下的，事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或者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变得 less， 然后让衣柜的空间变得更多，让自己喜欢的占比变得更多，让自己的穿衣认知变得更多，让自己花在衣柜外的时间变得更多，这才是极简生活的初衷。所以真正的极简不是为了过紧巴巴的苦日子，而是去除一切干扰，去过自己真正喜欢的有品质的日子。极简也不是为了拒绝买，而是买优质且适合自己的。极简主义首先是穿过物质的海洋，看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极简是高级形式的复杂，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，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，因为它已经不再依赖形式了，必须依靠智慧。乔布斯曾说，我喜欢过极简的生活，并在工作中践行这种极简的态度。从1998年到2010年10多年间，不同场合拍摄的照片里，他永远是标志性的黑色上衣搭配牛仔裤，好像多挑件衣服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。有人去过乔布斯的家，在不到30岁的时候，他家里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、一盏 Tiffany 桌灯、一把椅子和一张床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。这就是乔布斯一生都奉行的少即是多， less is more。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他所认为的重要事业中，而且他在 iPhone 4上把最复杂最强大的功能最简单化，开创了全球智能手机的新时代。直到现在，仍有大部分人认为 iPhone 4是苹果手机的灵魂所在。说到这里，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的穿衣风格与乔布斯极其相似，基本也是常年不变的灰色 T 恤加牛仔裤。 Facebook 员工甚至怀疑我们的老板是不是从来不洗澡，直到扎克伯格的爱人在 Ins 上晒了一张衣橱照片，满满一排全是灰色 T 恤加帽衫，这才真相大白，人家不是不换衣服，而是懒得搭配。就是这样的扎克伯格在工作中保持着严格自律，并对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自有一套自己的理论。
他说，我尽量不做任何对于社会毫无贡献的决定，其实这是基于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的。每天决定吃什么穿什么这类小事不断重复就会消耗能量，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消耗能量，会令我感觉到自己没有在工作，只有提供最高的服务，将10亿以上的人联系起来才是我更应该做的事。的确，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玩游戏刷视频，自然就无心工作学习提升自己，如果花了太多精力与各种人社交，自然就无法专心陪伴父母家人。并不是他们刻意追求极简的生活，而是简单才是效率，他们只专注在自己最喜爱最重要的事情上。极简生活不在于拥有很少的用品，很节制的人际，很精炼的生活理念，而是在于每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分清主次的生活，每一段逝去的时光都不被浪费。乔舒雅和瑞安也发起了一个30天极简主义游戏的挑战，即在30天时间内每天扔一些没用的东西，第1天1件，第2天2件，第3天3件，以此类推，最后一天需要扔掉足足30件杂物，也就是挑战者需要在30天内一共扔掉465件东西。网上不少人接受了挑战，并且纷纷表示刚开始还有点不舍，但越扔越爽，到最后感觉自己灵魂的重量都减轻了。极简不仅是物质上的，也是精神上的，有时候两者相互影响，互为补充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在工作应酬和社会交际中，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，比如跟客户吃饭，虽然可能不喜欢喝酒，但是为了业绩还是拼命管自己。有舍才有得，得到容易，舍去难。有人说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要扔掉4样东西：没意义的酒局，不爱你的人，看不起你的亲戚，虚情假意的朋友。是的，人生实在太有限，不必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，断掉也许有痛苦，却终将带来更丰厚的回报。日本咨询师山下英子，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杂物管理咨询师，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断舍离。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极简主义生活的内涵，断绝不需要的，舍弃多余的，脱离执念。作者在书中强调，断舍离的主角是自己，而不是物品，核心是让人思考物品和自己的关系。这不单单是不买东西、精简东西、减少社交，而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。通过将自身所有不需要、不适合、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、适合、舒服的东西，从而改善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的面貌以及境界的提升。它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一种独特的思考法则，甚至是一种心灵的修行术。人生需要留白，你才能够清楚自己最在乎的是什么。心若杂草丛生，尽管家中空无一物，你也跟极简生活背道而驰。极简主义是一个工具，让你摆脱多余事物，更加专注于人生中那些最基本的方面，从而获得快乐、满足和自由。这里星河也给大家整理一些践行极简主义的方法。1. 欲望极简，不要受外在的影响，不盲目，不跟风，了解自己的真实需要，分清需要与欲望的区别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正确的、有效的需要上，比如锻炼身体、照顾家庭、关心朋友、追求饮食健康等。要建立有明确的预期目标，并判断对错及是否适合自己，注意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。2. 精神极简，生命实在有限，了解选择专注于1到3项自己真正想从事的精神生活，比如画画、阅读、钓鱼、跳舞等，充分学习提高技能，从物质到信息，从欲望到精神，人生的每一个维度其实都可以删繁就简，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只要把最喜欢的做到极致，不盲目浪费自己的时间与精力，和你想完成的梦想无关的事情可以全部拒绝。3. 物质极简，不买不需要的物品，必要的物品买最喜欢的，并且做到充分使用它，不囤积东西，不用便宜货、次品，将家中超过1年不用的物品丢弃、送人、出售或捐赠，比如看过的书籍杂志、不穿的衣服鞋帽、早前收到的礼物和装饰品等。减少欲望的同时维护环境，欲望总会无止境延伸，这其实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。4. 信息极简，精简信息输入源头，减少使用社交网络、即时通讯，少看微信、朋友圈，定期远离互联网，远离手机，避免信息骚扰，不关注与自己无关的娱乐社会新闻。现实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值得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至今印象深刻，在2012年7月微信发布 4.2 版本的时候，引导页上的文字，少发微信，多和朋友见面。5. 表达极简，写东西、说话、表述尽可能简单、直接、清楚，学习减少自己的表达，如果可以，训练自己的表达，训练短时间内抓住重点的能力。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管的事不要管。
6. 生活极简，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，崇尚简单慢生活，可以有选择性的去除冗余，学会拒绝不做无效社交，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，学习成长，陪伴家人，同时也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去思考。穿着简洁大方，干净舒适，多吃健康食品，远离垃圾食品。7. 工作极简，简化工作任务，明确工作目标，梳理轻重缓急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提高效率，做到最好。人心总是不满足的，倒不如主动切断这些物欲，由外而内的让自己回归本真。一旦我们清理了多余的物质，便超越了物质，转向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：健康、人际关系、热情、成长和奉献。这5种价值正是生命的真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